嗨，大家好，我是夏天，开 Uber 和 Lyft 的夏天。在上一个视频中，我说我要去追《黑镜》这个电视剧了。我是黑镜的忠实粉，现在是第7季第1季，我刚看完了，真的好好看呀，真的好好看，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如果你是黑镜的粉丝，推荐你去看，一定要看。然后，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黑镜》，喜欢这方面，叫科学幻想题材，sci-fi 科幻类的，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很有可能会实现，就是赶紧去看。然后我接下来的视频会涉及到有剧透，严重剧透，所以我不希望被剧透的小伙伴现在可以点击退出，等你看完之后可以有兴趣再来观看，可以和我一起讨论分享关于这部剧你的想法看法。因为第一集，Common People 就是普罗大众吧，一般普通百姓、老百姓 ，Common People，这个标题起得非常好，非常点题。然后那个男主角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是 Chris O'Dowd，克里斯·欧多德 O'Dowd。他是爱尔兰的，他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我认识他是因为之前，很多年前一个喜剧是 IT Crowd，IT 狂人啊，爆好笑 IT 狂人，我是一遍刷了 N 遍的一个剧，我就超喜欢看。然后他在里面也其中的一个 nerd，然后他演技真的超好。Chris，就是这个剧讲了一对非常恩爱的中产底层的一对夫妻。我说他们是中产，是根据他们住的房子、开车，然后双职工，觉得他们是中产阶级。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底层的中产阶级，因为根据后来的剧情，发现他们还是比较拮据的，就是没有多余的存款和闲钱，就是经济状况真的不好。接下来我也会讲。就这对恩爱的夫妻一直是在努力的造人，希望有一个孩子然后他们努力尝试造人，小 baby 的那个小婴儿床都买好了，但是一直就失败，就这样子。但是他们真的很恩爱，然后她老公是一个工厂电焊工。建筑工地还工厂是什么 factory 的一个电焊工，他老婆是小学的一个教师，教的可能是自然科学然后生物学之类，没有细讲，但是都在勤勤恳恳的上班工作，像一个孩子，然后突然厄运降临，老婆在上班中突然昏倒，然后到医院查出是脑瘤，然后他老婆是昏迷嘛，然后医生告诉他老公情况非常不乐观，他老婆就是很大机会是醒不过来了，就是没有就一直昏迷，那是植物人嘛，那相当于宣告了他老婆的死亡。因为根据他们的经济条件，他肯定是支付不了长期这个插管维持老婆生命的，所以这里就说 Chris 他的演技真的好好，他听到这个噩耗时候的反应不是像所以为什么会有好演员和不好的演员？你不好的演员，你完全就是你代入不了，不能抓你入戏，因为他们可能会浮夸的演出好可能眼睛瞪很大，可能会有泪，可能或是根本就没泪滴产生的泪人工泪液的泪，不管怎样，就是
就是比较浮夸、不贴地气的、不真实的表演啊。真正的好演员，他表演会特别的能够让你抓你进去那个剧情，然后让你有代入感，然后非常能够共情。Chris 的反应当时呢是真的很好，而且他的台词也很好，就让人觉得是真实，不会是剧本中完全两个世界脱离现实的。他真的反应很好，大家观看这一集的时候可以注意到，可以留意，他就肯定不想老婆死掉，所以在负责人说，哎，但是我们还有一线生机，现在有个前沿的科技公司啊，像 Elon Musk 一样，他因为也做过那个 Starlink 嘛，就是在一个脑芯片研究的公司啊，他们现在有在向公众推广的一个 trial 阶段的一个新技术，可能会有救，但是我对这方面不负责，我可以给你就是打电话找负责人，然后你要不要试试？那老公当时肯定就像要淹死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然后说好啊，你打电话呀。当时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负责人给他讲，介绍关于这个脑芯片这个方面嘛，他就特别说啊，他说这个可靠吗？里面这么高新的科技在脑中啊，做芯片之类的。先让我喝一口我的快乐水。哦，水比较干。然后，对他觉得，这个可靠吗？会像，就肯定一般人会觉得，你植入这个芯片会不会像机器人啊，或者是半人半机器 cyberpunk，那 what's cyberpunk？我的 cyber robot 就是生化人类那种。然后那个负责人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特别 nice， 特别耐心啊，有什么问题尽管问。然后呢，他就问他问题，然后说，哎，你看看我在你面前活生生的例子，我就是这个第一个受众，你看我完全可以正常。然后给他讲这个花费也不高，哦，没有，他没有提花费，所以我说 Chris 演技好，他或者是台词写得好，或者是怎么样嘛，他就是听着好啊，这你看这个女负责人就是活生生正常的一个人嘛，就是那正好要做，然后立马就抛出了，那会很贵嘛，这么高端的一个手术科技植入。肯定是天价的，贵嘛，他要负担不起的话没办法。然后那女负责人说不贵呀，没有想象中那么贵。然后他说那没有想象中的贵，会比我的预算贵吗？这个意思。然后女士说真的不贵，然后就说这个手术是免费的，唯一要付的就是月费，就像你有那个付费的软件订阅要每个月或是按年啊，这个就是要订阅费，要付费，像 membership，会员费，对，会员费要付费，因为你要用他公司的这个植入之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他这个是 link 嘛，就相当于 Starlink，Elon Musk，但这个不是 Starlink，就是一个芯片。Elon Musk 是叫星联吧，反正你需要他和他公司科技的云端，需要连接付费订阅，所以才能使用它的云端。然后他们会建了很多的信号塔覆盖的区域啊，其实就像想象让老婆变成一个人形手机一样，然后要接收到信号，才能使这个芯片正常运转。如果出离了这个信号塔覆盖区域就会没有信号，所以建议他们要待在这个信号覆盖的区域
之内，但是不要担心，说我们公司还在发展阶段，那个信号塔是慢慢扩建的，扩建到先是这个州，然后美国全州，然后全世界，然后附建信号塔，那因为用人越来越多，越发展之类的，听上去特别美好，对吧？老公说好啊好啊，所以这是特别让我气愤的一点，因为接下来你会知道为什么气愤。然后老婆之后做了手术醒了过来嘛，然后他们的月费是每月300，所以我才觉得他们比较拮据，就是每月300的会员订阅费是使用这个，然后他们俩就感到面露难色，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我们要就是哪弄这笔钱啊？老公说：“哎呀，没事，亲爱的，我多加班多上点，就把这笔钱肯定是要挣回来的。”接下来也真的是，她老公就是每天起早贪黑，因为之前是看到她闹钟起床是7点钟，她闹钟响了，老公去上班。但是之后蒙太奇的手法剪辑，她老公就疯狂上班疯狂上班，日复一日，对，日复一日然后闹钟是7点、6点、5点、4点这样的，肯定是疯狂的加班，超时上班，然后多上一些排班，就是想去用来支付这300元嘛。我想哇，那他们肯定挣的也不多，真的工薪阶层挺辛苦的，更何况是更下层的。然后在他们负责人给他介绍，还说各种千般好，对吧？只是说，唯一的事情你要待在覆盖区域，然后另一个副作用就是你会比正常人每天睡觉时间多了那么一丢丢，就是2个小时啊，他讲就是2个小时左右你会比正常人多睡这么些时间，是一堆艺术电影词汇吧，就是因为这种原因那种原因要多睡2个小时，因为这个芯片。那还好，你正常人都会接受吧。但是接下来他老婆就发现，他老婆没有发现，因为他们之后共同发现，他就变成了一个人形的广告机器，可能根据场景、不同时刻、不同人物，突然蹦出来广告。老公喝咖啡，突然蹦出来咖啡的广告给她老公。然后在学校上班，对学生会蹦出来让他们父母去咨询这个离婚律师某一家这个给那家人的那个做的广告，然后还会包括和老公在做夫妻间爱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在进行中，老婆就会蹦出来润滑液的广告。他自己完全是没有意识的，这是芯片控制的，这是公司为了赚钱嘛，真的很贴近生活，就广告。之后他广告越来越频繁，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真的，然后他的睡眠时间也是越来越长，哇，这睡12个小时这样，睡眠时间真的很长。这副作用很严重，然后他们去见了负责人，那负责人的时候还是一番资本家，他也是为资本打工的，但真的是很欠揍的嘴脸，说着最友好的话，说先生，我们公司这个会员升级了，你用的是就是什么 common member，就是 basic， 就是最基本的这个会员订阅。我们现在升级到有这个 member plus， 就像你的 iPhone Plus 就是更升级版的这个会员了。升级版的会员呢没有广告，睡眠时间也不会那么长，就逼迫你升级嘛。但是当然。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
钱，然后他们说啊，当然你升级之后这些作用副作用全都没有了，但是他们夫妻说多少钱？他们就说啊，在你现在的基础上300块钱，再加500块钱，就是不是说，我就很郁闷，你300你升级啊，这个就变成500，就这样嘛。他们这边升级说300还是要交，然后再加500就是800，说这是800块钱啊，你就可以有这个 plus 这个比那个好。当然，你不想升级的话，你可以保留你现在的这个会员制度，你还是还是拥有拥有这个 basic 最普通的这个会员权利，但是你不会享受到 plus 的权利。这个有得选吗？严重干扰到他的生活了，又睡得长，又天天人形广告机到处吐广告，他们是不想升级，但是没有办法，老公就特别爱他老婆，说升级吧，然后老婆说我没有那笔钱呀，然后呢，老公说我会想办法，我就多上班，再多上班，办法总是有的。但是她老公所谓办，她老公再多加班，班肯定是有限的，人的体能也是有限，人要睡觉的吧。她老公就做了，她在上班中从一开始就埋下的伏笔。她上班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有她的同事就是偷懒，就是cut slacking，就是摸鱼，对，他同事就躲在一个什么办公室后面，不是做那个工人的工作，然后去刷视频嘛，像我们国内沉迷刷视频的也一样，国外也有。OK， 就刷视频，还给他说，还在笑，说这可有意思的这个网站，这个人做的事情，然后看到一个中年大叔，发胖大叔，在做一事情，做什么呢？做的就是说，手里拿了一扎皮的尿，自己的尿，说如果就是像给我们那个好多平台一样，说就是可以刷钱嘛，打赏。如果有人打赏到20块钱，20块钱不是一个人哈，是就是你打赏我打赏，总共就是如果他得到20块，从这个总共，他就把这杯尿给喝了。然后那个人就是猎奇的这个人嘛，真的大有人在，就给他打赏，然后结果那个人就喝，然后我的同事就笑开了花，说你看这个人在喝自己的尿，然后这个他当时不屑一顾，他说这个人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他演技好，然后这个演员不是演员，这个演的这个人物，这个老公。叫 Mike 对吧？他在这里面，Mike 情商很高，这个说话特别好，因为那偷懒耍滑嘛，他就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员工，你是一个很好的员工，技术很好，但是只是需要你去做，就也不至于说你怎么偷懒啊，你怎么这么懒？他不会这样说，就是说。You are a very good worker, but you just need to do it 。就像你说，好多父母在和小孩说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你只需要就是上心去学，你一定会学好的。我觉得，但是在社会上，他的情商还是蛮高的。然后他就对这套完全不敢 ，Mike 完全对这个持平的，就这种偷懒耍滑的行为。就很不屑嘛，但是又很会说话，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蒙太奇的镜头中，他就是上班，像之前还有之后，他上班就真的是认真在上班，勤勤恳恳上班。所以这是任劳任怨、辛苦工作的工薪阶级啊。他说到。他要给他老婆支付这多余出来的500，升级的500，就是他突然想到，他要去做，他当然不想，他要去做这个猎奇视频的博主，自己去登这个网站去做这个，别人给我钱，
打赏，我去做东西，用来支付他老婆的这个会员费，然后他就做之前一样的，他也会喝尿啊，打赏足够多，我做这个做那个，把老鼠夹放在舌头上啊，他就开始做这些，但是他是戴着面具，一个兔子的面具做的嘛，不想让可能身边认识的人知道是谁，这是情有可原。他做，然后用着打上来的钱给他老婆支付每月的这个会员费，然后还是他们真的很浪漫啊，每年还去纪念他们的传统，就去一个地方叫我忘了那个地方，反正一个他们常去的地方去度假，庆祝他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嘛，就相当于是一个旅馆，度假村之类的，它会有住的地方，还有楼下餐厅，还有乐队演唱，但也不是特别奢华的那种，就是很朴素，可能是他们定情的地方、结婚的地方，但是他们结婚纪念日每一年都去那里，然后他们。之后是，就这样，他还在做这个，他有的是，后来他做到这个猎奇视频，他牙都敲掉了，为了那个嘛，可能是打上多少钱敲掉他的牙，就是没有放，但之后他的牙这边都少了一颗，真的很心酸，很感动，但是真的很心酸，被生计逼迫的。后来他。长话短说，他老婆的副作用还是进一步升级的，就是他，睡觉时间越来越长啊，清醒的时间比较少。那睡觉呢，睡也不是，正常人的睡觉会醒来之后精神焕发得到休息。他老婆的睡觉就是像就是叫什么，叫你关机了之后，他就是说是直接关机了一样，但是没有得到休息，而且在他说什么睡觉中，然后他的脑部的能量是拿去充电，给总部的服务器充电，所有的这些拥有这个服务的人脑部就是给服务器充电，然后所以导致这个使用者所谓的睡醒之后没有得到充分休息，而且。还感觉特别的疲惫，那当然疲惫了，因为脑部的能量啊，本来是让人感到精神焕发休息的，但他脑部的运作去给这个总服务器去充电，那人当然是反而会更累，而且时间特别长，这副作用。然后他们就去问的为什么这个情况，结果负责人，你猜怎么着？对，我们现在又升级了。现在我们有这个 Lux， 就是奢华版的会员，奢华会员。要不要升级一下呀？升级之后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而且没有你说的这个副作用也会消失哦。这个好处特别的大的之类的。然后这两人呢，然后就是，直接就被他们搞无语，知道这一套都是为了钱，就是说升级说吧，就是想抢多少钱啊？你说这个升级只要再加1000块钱就可以了。这夫妻俩嘛就说滚蛋滚犊子，然后根本因为不爆粗口，直接跟女士爆粗口，也不是他们根本就掏不出这笔钱啊，有钱可能会考虑的，根本掏不出钱，那漫天要价，而且你不要价就想给你就让你就是享受副作用嘛。这女士说因为他们说我们有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个 Plus 啊，怎么还会有这些啊？那女士说，Plus 现在已经是 Basic， 是 Plus 降级到最标准的了。然后现在我们有 Lux， 真的让人特别的无语。这资本无穷无尽的这个压榨，套取榨干你的最后一滴血。然后两夫妻。给他冒粗口啊，问候他了，他家人，然后就愤然的就是出去了嘛。
但是老公还是很贴心，还是做这个猎奇、伤害自己的、取悦别人赚钱的这个，取悦一些变态的人赚钱的这个东西，继续支付他现在的会员费，但是还是给他买了一个 booster card，就是这个女士说啊，你如果不想升级到 Lux 的奢华版，但是我们有这个就是booster card，booster card 就是相当于就是像你买会员有月费制，这是让你优先体验体验卡，但是有时长的嘛。你可以体验，你想买多长时间嘛？我想体验个20分钟、30分钟，体验1天12小时这个 Lux， 就是不用付月费，我就体验卡，还是要付钱的嘛。老公就是给他做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给他买了这个应该是12小时的这个 Lux 体验卡，真的这个体验卡真的不真的非常棒。我不能说物超所值，但真的科技还是在那里的，就是真的贵，真的就是你可以用在手机上的软件就是控制你的感受嗅觉、听觉、触觉、味觉，可以把它拉到最大限。正常人的就好比正常人的，比方说触觉、听觉。是我们这样的范围，你拉到上面之后，你可能你的听觉会变得像猫狗这些听觉比较灵敏的动物一样灵敏，然后你能捕捉到生活中的这种各个细微的声音音乐然后你的触觉，然后视觉完全不一样，可能你视觉会像，比方说变色龙猫头鹰或者是猫咪的夜晚，或者是说老鹰老鹰的视力是非常棒的，各种各样，就是超视觉吧，超视觉、超听觉超触觉、超味觉，吃的东西会特别的好吃，然后触觉这方面非常的棒就是会最大化，像你吃了蘑菇一样那种感觉，或吃了一些不可以说的东西，然后得到那种超触觉快感一样，但是都是最大化人类这些五感之后，这个 Lux 买了之后会享受到的。给他老婆这个12小时的体验真的超美好，他们度过了很好的时光，但是他买这个 Lux 嘛，还有去度假村的资费都是她老公直播做出来的嘛。但是然后他也同样喜欢看猎奇网站的他那个同事就比较卑鄙的把这个 mic 做直播的截图截下来贴到工作的场上面，工作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墙上，人人都看到。是因为这张还是没有面具的，我在想，有可能是他的同事，有可能是因为同事看到他戴了面具，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下半张脸，会觉得这个肯定是 Mike， 然后就恶作剧嘛，可能也是他，我猜的，因为在某一次直播，他就有人说把你的面具摘下来，然后把那个一个东西嘛。一个长条的粗的物体状粗的放到你下面去，面具摘下来我就给你400块，400美元。然后当时他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做了。然后他的同事就把这个截图截下来，就是他的脸没有面具的，然后手里面拿着这个工具的截图贴到办公室里面，然后他们同事全都看到了，直接社死麦克就是直接社死又没有。你说这生活真的很艰难，这时候他上班他还正常一样，就是真是 beat up， 就是日复一日这样上班，但是还是在坚持着，为了爱，为了家庭，为了生计。上班然后发现同事都躲得远远的，然后就很奇怪，然后他也觉得怎么就是不正常，但是也没有多想，像
机器人样，然后他经过这个墙看到这个他的照片，然后他气的把照片扯下来之后，就跑过去找那个同事，那同事就一直在笑啊。这因为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像20出头的小伙子一样，一直笑，然后还叫他变态，就是一直笑话他，还叫他变态之类的，然后把他气的。一想，正常人一个男人被生活折磨蹂躏到那样啊，然后同事又这么搞他社死。然后还就是一面哈大笑完做了这东西之后也没有愧疚啊，而且就叫他变态当所有人的面呢，然后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就是特别的生气，然后就上去就捶他的，就是打他的同事嘛，同事嘛也还手，然后工友过来拉架，我在这个过程中。他同事为了就是躲避他的追打嘛，然后逃就是的过程中，然后被一辆工程车，就是他们的就是这种电焊工中会有这种各种各样开来的车嘛，重型机械车嘣给压在下面了，但没有死掉，但肯定也是重伤。身子压到下面去，头在外面啊，鬼哭狼嚎。然后因为这个事情，麦克就被炒了。然后炒了之后，发现他在工厂工作了10年了，10年做如一日啊，就是任劳任怨，辛辛苦苦，也不偷懒，也不耍滑，还疯狂加班，就是这么一个好员工。因为这个被逼的到尽头，这个意外的事故，他被炒了。那。肯定也能理解，出了这样的事故，工厂会有很大的责任，会有很大的麻烦之类的，也有损失。炒他，虽然说就是但是也是能理解的嘛，对吧？但是麦克真的很惨，因为这个关口他们还要付每天300加500、800的这个，不是 Lux， 就是。他们说的之前是升级的，这是什么 Premium？ 对，之前是 Common， 升级之后啊 Premium。和我之前讲的 Lyft 和 Uber 都有等级，很像。人、社会各种各样东西总是喜欢要等级，总是要等级，根本就不可能去等级化。3699等级彰显身份、金钱、地位，各种各样，就是。老婆这个 premium， 他说就像那个女招的人说的 premium， 现在已经是standard 了 basic， 之前说的多么好的 premium， 现在已经是最基本的了，然后现在有 lux， 总之吧，他还是要继续用这个 premium 嘛，还是要交这么大一笔巨款，他在这个档口又失业了，感觉天都塌了。回家，老婆说你回家这么早，比平时早啊。然后看他状态也不对劲，然后问他怎么，然后就说失业了。唉，然后这是父亲还老婆交接说这根本就支付不了嘛，因为他老婆现在工作也受到影响，因为之前广告的。口播广告的时间导致学校里面对他怨声载道，学生也不信任他呀，也不想让他就是做面对面会有给学生接触的工作，可能是已经失业或待业在家，就是现在老公又失业，然后这愁的不得了啊，跑过去就。他们就跑过去和和那个负责女招待想说，我们商量商量，能不能给我们缓一缓？我们毕竟也是忠实的用户，对吧？一直有在交款，现在能不能给我缓一缓？我刚失业，但是你给我一个缓冲期，我要找到工作之后把你钱还上来。但是现在不要停这个会员，因为他老婆停了之后，就直接相当于就是宕机，就是关机了一样嘛。但女负责人还是很友好，但是
很有着最友好的语调，说是最残酷的话，啊，非常抱歉，这是不可以。然后就没办法嘛，接下来就是他就是做的更多一点这些猎奇的直播，所以他会哑掉啦，人特别的疲惫啊，要不就是鼻青脸肿啊，然后说话嗓音沙哑啊，因为他可能是做了一些我看到他会有说用那个清洁剂清洁剂倒在水倒杯里喝掉这些东西，就反正各种伤害自己的吧，唉，然后就这样，屏幕弹幕一打，1年过去。然后就感到他们两个的状态，1年过去，镜头过来之后，1年他们的状态特别的差，她老公就是特别的疲惫、虚弱、疲惫、苍老，然后一个让人很心疼、很唏嘘的一个状态。他老婆就躺在沙发上，就是在沉睡，所谓的睡可能也不知道是这真的休息，还就直接就是大脑去给总机充电了，因为他老婆看上去也特别的疲惫，你看到那个特别疲惫，然后跟那个女演员可能在演戏的时候有特意的减肥，去为了这个角色，因为他的老婆1年之后镜头里就是瘦的脱相，特别的瘦，就是脸特别的瘦，身形也很消瘦，就是在沙发上沉沉睡去，然后老公就把他之前准备好给小 baby 用的买婴儿床，一直期待交车，当然他们孩子肯定是没有的了，生活都这样了，然后可能就是挂闲鱼网站类似的所谓美国的闲鱼网站卖掉，然后有人推门敲门，把他们的婴儿床卖走了，然后她老公就端着咖啡说恭喜你们和你们的孩子，然后来取床的那2个人就特别的朋克，赛博朋克风格，还是什么黑暗风，就是化浓妆那种黑眼线那种特别哥特式风格之类的。他们说我们没有孩子啊，我们买这个是给我们就是我们要给我们的音乐视频用的，我们要烧了它，在音乐视频里烧了它。但是你看到这个麦克就苦笑了，就感同身受，你知道，就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觉得真就不相通。就像你感觉到是朱门酒肉臭，朱门酒肉臭，他们买婴儿床去拍音乐视频，烧掉给音乐视频里面用，然后麦克就无奈的摇摇头，看他们把婴儿车拉走，然后回到房间，把他老婆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可能就倒过去睡着，可能是现在是随时随地就会睡，可能睡眠时间更长，因为1年之后了嘛，他们也没有升级，还是要交这500加300每个月，但是都没有工作，然后就是这样昏昏沉沉这样，然后他把老婆叫醒，老婆特别消瘦，然后亲爱的醒醒，他老婆这天还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这个日子他每年都庆祝的，但是老婆醒来之后第一句话就说就是结婚周年快乐，老公说结婚周年快乐，他们俩特别爱对方的那种，相对5年
然后他说来，他说亲爱的，来外面，然后他们俩坐在外面，可能是他们的一个阳台啊，你知道吗？国外的这种patio 啊 balcony，有时候会有摇椅，看着漫天夕阳啊，或者是树木啊，大自然这样，他们坐着，然后老公拿出来那个 Lux 的限时体验卡，上面写，然后老公说，我只能买得起30分钟的这个体验卡了，亲爱的，就是这作为结婚周年的礼物嘛，因为老公每年特别有仪式感，每次结婚周年都会庆祝，就是再穷，她老公也会努力的去庆祝，给她老婆惊喜，这样子，非常有爱的一个老公。然后只能买得起30分钟啊，老婆说没关系，然后就用嘛，然后坐在那个阳台的椅子上，感受着世间的美好，光啊，微风啊，还有树木啊，花草啊，鸟语花香啊，这30分钟就极致的那个美好，像烟花一样绚烂，但是短暂，然后30分钟倒计时开始的时候，他老婆就说：“亲爱的，我到时间了 ，It's time。”啊，老公说：“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这肯定是他们两个是之前有提前商量好的。说到时间了，然后2个人就走回屋子，然后老婆就走回卧室，这次是卧室，然后老婆就躺下，说我准备好了，然后老公就过来说我爱你，然后老婆也说我也爱你，做最后的告别，然后呢，老公还想说最后几秒钟呢，倒计时想和老婆的温存，结果老婆这时候因为倒计时就已经结束了嘛，30分钟结束了，老婆最后还说我想30分钟已经完了，她老公说是的已经，然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电影是特别触动，然后之间的说到哪里？然后老婆就抱着他，老公抱着他老婆想最后温存，结果老婆这时候突然开始口播广告，所以这公司真的很垃圾。之前说升级到 Premium， 但是完全就 Premium 又降级，现在又有广告。之前说 Common 是有广告的嘛，升级到 Premium。就免广告，但是现在又要升级到 Lux， 不升 Lux 照样现在又有广告，那有什么区别呢？完全就是不停的欺诈人，就是不停的，真是合法的去抢劫，就是抢劫。然后他就开始口播广告，他老婆就看，因为他老婆这完全转换到口播广告。就不是他老婆的状态了嘛，因为每次播广告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看着她老公，她说哦，你怎么了？她老公的表情因为特别的生离死别嘛，眉头紧蹙，哦，你怎么了？你是感觉到抑郁吗？不开心吗？然后给他推荐一些抑郁药、抑郁治疗，就是不停的口播广告，真的。你可以，然后老公说：“哦，亲爱的，不要这样。”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不是1年就过去嘛？可以感觉到1年可能他就是越来越严重，这种口播广告，他们有没有办法支付什么 Lux， 然后可能就是一直受这个折磨，就是口播广告，可能一天就是
睡15个小时，口播广告3个小时，这样不间断这样轰炸。她老公呢，亲爱的不要这样，就开始哭，然后然后就拿着枕头一边哭一边遮盖住他老婆的头，然后就是结束他老婆的生命嘛。就这样，然后一边结束，你可以这个演技真的很好，一边呜咽哽咽，一边这样做，然后一边还说 sorry， 对不起，我爱你之类的。最后，你看最后他的爱人在这短暂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也没有剧烈的挣扎，因为机器人嘛，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会呼吸的一个机器人的，然后老婆就没有动静，然后老公就瘫软在床边哭啊，但是也没有，可能就是绝望吧，没有就是那种歇斯底里你想象中的那种嚎啕大哭，没有，就是很绝望，但是很悲伤、很压抑，又无奈的各种混杂情绪一起的哭泣。最无奈的之后来了，这老公缓了一会之后，就走进了对不起啊，走进了卫生间，然后最后一幕镜头结束之后，走进卫生间，老公拿了一把刀，一把工具刀，你看到他手里拿着刀，另一手把门关上，然后镜头黑下去，这就是第一季结局，就是 common people。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I feel like I'm the one of the common people. I am the common people. 我就是这普罗大众中的一员，我就是一个普罗大众，平头老百姓。他们遇到的这种挣扎、这种无奈，在生命中的很多时刻，会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人身上，他在现在社会中都在上演，真的会有。而且最近在打的这个关税战，疯狂在打这个贸易战，最后苦的是谁呢？都是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因为企业它是要保证它自己的利润啊，它不会是降低自己的营业利润，或者是自己预期营业额去优惠啊、造福啊，或者是分担一些我们的灾难，它是要保证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啊，他保证他不是说我去年的营业额是5亿，他不是说今年我要5亿就好了，他们是要今年要打败明年，今年我要7亿，那怎么达到这个呢？之前是说我要更多的销量，然后可能会加价，那现在有关税加更大的价，但是我不是说我要5亿，我要更多的5亿、7亿、10亿，就是这样。我经常会想，那我照样，我今年就是我不会涨价，我还是只要赚5亿就好了。不，我要比去年赚的多。那如果跟去年赚一样，那就失败。所以这些 big corporations 就是这些大公司、大企业，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部剧，目前来看我只看了第1集，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我是非常疯狂安利大家去看。那我去平缓一下情绪了，非常抱歉，有些失控。目前就这么多，然后祝你今天也能够顺顺利利，
再见。